有请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陆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炳宏严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涂老师，欢迎。来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我们俩结婚都10多年了。这些年时间，我可以说对他家里是无微不至的照顾，老的小的一个都没落下。现在我确实是很累了。我在外边一直拼命挣钱，就为了能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他现在也不理解我一下。我现在也是为他好啊，为了帮他减轻一下负担，他就是不答应，就一个劲的犟，我没办法了。他要提出回山东老家，我害怕他这么一回去就回不来了，到时候我连孩子都看不见。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温先生，41岁，来自吉林，装修工人；女嘉宾杜女士，38岁，来自山东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您这算是远嫁是吧？对的。山东人嫁到吉林，当时怎么认识的呀？当时是在一个超市认识的，同事关系嘛。你老家还是他老家的超市？在我那边。哦，后来就因为这个就嫁到那边去了，是吧？对的，对的。这算远嫁是吧？是的。小片里我看这次来的主要原因是您想带孩子回山东老家，回娘家是吧？是的。您不同意，是这意思吗？是的。为啥要带孩子回老家呢？因为结婚这10几年以来吧，我过得不是特别痛快，吃了很多苦，我有点受不了了，所以我想回趟家，他死活不让我回去，就这样来了。您是想回趟家，还是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我是有点想回家娘过生活的意思。那这算是夫妻两地分居呢，还是不想过了呢？没不想过，但是我就想分开一段时间，过得太压抑了这些年。哦，那就把这几年的压抑说一说，好不好？从结婚开始啊，老师啊，因为我毕竟是远嫁嘛，我父母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义无反顾、众叛亲离的跟他跑了过来。说你来了，你得对我好吧？是好过2年，有过孩子以后，就没有那么太好了。您指的没有太好是指什么呀？没有关心过我呀。忙啥呢？不关心老婆？我一直在外边打工嘛。等于你们婚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是的。您在家里照顾孩子？前几年他父亲有病，瘫痪在床的，是我跑上跑下买药了、擦身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忙。干嘛去了？挣钱？对呀。他挣了钱了，往家里寄了吗？寄了，我没看到太多。他一年出去打工，大概给家里交多少收入啊？1万多，2万来块。后来他的父亲病情稳定了一些以后，我想出去工作去嘛。刚干了不几天，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要手术，又是我一个人在跑上跑下。这边公公需要照顾，那边孩子需要我来照顾。你说我都快要崩溃了。他在哪儿？在哪儿呢？事情是这样的，这不，我父亲是16年有脑出血的病嘛。我为了给父亲看病，也花了不少钱。17年他就急着要盖房子，我说晚几年，他就死活不同意，不盖房子，甚至说要和我不过那意思。所以吧，我就是答应他的条件，贷款18年把房子盖起来了。盖房之后，今年他又说回老家不回来了。盖房子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是什么呀？当时我盖房的时候，一共借了10多万吧。那你经济压力很大。反正我一般的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还完债了，都是。我跟了你10几年了，我盖房子要求过分吗？再说了，国家还有补助给我们，为什么要不盖呢？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把房子盖起来了嘛。现在公公身体怎么样啊？现在公公去年已经去世了。那婆婆的身体呢？婆婆身体去年得了腰间盘突出，不能动了。等于公公去世了，婆婆现在又需要您照顾，是这意思吗？是的，我一直脱不开身。孩子多大？孩子12周岁。男孩女孩啊？小姑娘。等于现在您的母亲也需要妻子照顾，是吧？依我的意思就是，他在我们长春那边或者是老家那边找份工作干，不也挺好吗？一方面照顾孩子，另一方面还照顾我母亲。你这么说是不是特别自私啊？你有母亲，我没有父母吗？这么些年我回过几次家？
我自私。当初孩子3岁的时候，你怎么跑回家去了呢？怎么跑回家去？你不知道吗？因为什么？老师，你听我说啊，当时我虽然是农村出身，但是我从小没干过农活，他的父母非要逼着我干农活，我不会干，就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行。比方有一次我去地里拔草去了，因为有时候我不认识草和苗是什么东西，我就给拔错了，就说了我一通，那我又气不过。我搁家20多年，我爸我妈从来没打过我骂过我，我为啥要受这个欺负啊？回家想来想去不对劲，我就领着孩子回老家了。回娘家了，然后呢？对的，他听说了以后又找我去了，找我去，我父母因为知道我受了委屈，不让他进门嘛，他因为这个有点怨气了。后来我在外边待了1夜之后，找到他亲戚说和嘛，才把他好不容易送回家去。这算一次回娘。是接回来了，但是这个怨不是这次结下的啊。那从我结婚起就已经结下了。结婚的时候，我父母根本就不同意，因为这么老远，而且他家里条件又不好。再说如果我受什么委屈的话，家里没有人撑腰的话，我怎么办？怕他女儿受委屈，是这么想的。但是，就我父母这么想，我都偷着户口本出来的，老师啊，跟他去领的证，结的婚，就这样，他还是不领情。你说他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对你挺照顾的是吧？刚开始谈的时候还可以，挺好的。婚后呢？孕期的时候对你好吗？说起孕期，我更来气了。孕妇都嘴刁，对吧？有一次我们俩去逛街去，我看到什么柚子了、山竹了，我想吃一点，他不给我买，不买就不买嘛。我就跟他回了房间去了。回来以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因为孕妇情绪比较波动一些，那我就回我妈家去了。又回娘家了，这是因为在我家离得比较近，我就自己回去了。自己回去以后吧，更来气的是怎么回事呢？他也不找我，他也不打电话，反而是我身体不方便要去找他去了。等于刚结婚的时候，你们还在山东生活是吧？对。是生完孩子之后回的他吉林的老家是吗？说我这个更来气，他当时答应过把孩子生在我妈家的，已经答应好了，房子都收拾完了，后期他要把我领走，把孩子生到他老家。怎么劝都不听啊！就这样跟我父母吵吵起来了。这个生在谁老家意味着什么呢？是上谁那儿的户口啊，还是说就在谁那儿生活呀？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吧，孩子生完以后户口可以随便乱打吧，但是他就非要说把孩子生在吉林，不要生在山东，就因为这个他跟我父母呛上起来了。当时一边是我父母，一边又是他，我两边我都不好过。当时不也是为家考虑吗？父母。一定要求是回家嘛，母亲身体不好，我寻思照顾父母，这样孩子搁东北出生。那这样你不是还是很自私的表现吗？你有父母，我的爹妈也需要照顾。你是儿子，我是姑娘，都是一样的。再说你还有一个兄弟，我们家我妈是两个姑娘，这些年我从来没回过家过几次。这个现在闺女儿在读书吧，应该哈。是的。那要回山东娘家了，有地方读书吗？有的。哦，这都联系好了。是的。您是铁了心想走是吧？也不说铁了心的，是他有时候他不理解我呀。在公公生病之前，你们俩生活的好吗？不好。有没有在这10几年当中想过离婚呢？就在他的父母，骂我或者是损我的时候，他不是站在我身边，反而要我理解他的父母。这个时候，你说我背井离乡的跟着你这么多年，我图你什么？我不图你钱，不图你房，我只图你对我好一点，要求不过分吧？那他没有。我怎么对你不好的？一般的家里外边是都是找我吗？不得吗？那是找你了，大事找你了，小事情，孩子上学几年级你知道吗？孩子的家长会你参加过几次你知道吗？我不为了忙挣钱吗？所以说我这次想回山东以后是怎么回事？老师你听我说啊，因为他的母亲身体不好。我脱不开身，一方面要照顾孩子，一方面要照顾他，我根本没有再精力再去找一份工作干了。那您这个回山东老家的话是怎么打算的呢？因为我的父母身体毕竟比他爸妈要身体好一些，所以你能帮我照顾一些。孩子毕竟大了，可以住校，我也可以找份工作干，这不两全其美吗？就婆婆那块怎么安排呢？他有个兄弟，这么多年都是我在照顾他，这些年是不是应该出点力了？哦，等于兄弟家这几年从公公生病到婆婆生病都没参与。是的。哦。都是我在忙里忙外。这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咋想这件事儿？他回家嘛，
我就怕把孩子放了之后，以后就不跟我过了，或者以后见不着孩子了，你知道不？怎么会见不到孩子？我本来就跟他爸跟他妈有点隔阂嘛，这不。哎，你这10几年娶这个女人后悔过吗？没有。那你给她评价一下怎么样啊？这女人？她挺温柔贤惠，也挺孝顺的。就这个女人娶对了，是吧？嗯，对。但是在你心里觉得这个男人嫁错了，是不是？也不说是完全是错了，但是我很委屈，毕竟我妈不在身边，我只有你一个亲人，我是奔着你来的，我就因为这个我想不开，所以说有时候觉得，这个婚我是不是我结对了吗？我来对了吗？我反复在犹豫的。所以就你这个回答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对男人还有特别，就是对这个男人有特别深的感情，对吧？还可以吧。就别不承认嘛，就是这个男人怎么样，你评价一下，好不好？他除了脾气不太好，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就是你也能看到他对这个家的付出，是这意思吧？是的，其实他也不容易。兄弟那边能帮着照顾老母亲几年吗？我弟弟因为有个人原因不能照顾家人。弟媳妇儿不方便。对对对。那如果你妻子走了，老母亲怎么办呢？这应该是你考虑的最多的吧？对对对。那咋办呢？所以我一直就劝我媳妇儿来长春嘛。所以现在就冲突和矛盾出来了。我也希望她找份工作干，也许能帮我分担一些精神压力。其实我在外边这些年也是付出不少辛苦。您是这个担心媳妇儿带着闺女回了娘家之后不回来的多一些，还是其实现实生活就让您媳妇儿离不开这个家？我还是担心我母亲身体不太好。你看老师，他是不是还是很特别自私？他一点不为我和孩子着想。所以看这段婚姻的时候，你又觉得无奈，但是你又看到了这个很浓的这种情。这个情来自于说，我跟你过了10几年的苦日子，虽然我有抱怨，但我从没想着离开。甚至在评价自己的先生的时候，一边骂他，真在评价的时候又觉得这是一个本分不错的男人。其实这次我回家的原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毕竟他跟我父母的关系不太好。我也想趁这机会吧，缓和一下关系。毕竟我是他的女儿，他不可能不见我，我也不可能不见我的父母去，对吧？因为血浓于水，不可能一辈子不见，我是这个意思。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以我的来看啊，都是心地淳朴的人。大哥，我说一下你真正的问题。你真正的问题呢，也不在不怎么会挣钱，不怎么会照顾家里。你真正的问题叫过于自我承担。什么叫过于自我承担？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但凡苦难，我都自己受，我不分给别人，就是我能承受的，我尽量都自己扛了。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吧？然后呢，我实在扛不住怎么办？我最亲近那个人跟我一块扛，因为那也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你。为什么说你宁可老婆扛，也不让弟弟扛，也不让弟媳扛？你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你是老大嘛，是吧？对。现在不是你扛不住，是他扛不住。你不能让人10年如一日、20年如一日，一点阳光灿烂日子都没有。至于小孩以后认不认你，和你亲不亲，是你和小孩之间的事儿。你有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有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这是你的措施。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好的话，任何人都阻挡不开你们的血缘关系。第二个，有些事情是一定要有团队协作的。现在比如说像我是独生子女，好，我父母的责任一定是我的责任。你是有团队的，确实是有兄弟的，搭把手也应该的。带个班，照顾一段时间。我奶奶生了兄弟几个，最后我奶奶就是躺倒的时候，就是已经神志不清的时候，就是轮流照顾，没有人敢说一句我不行。这是责任嘛？你因为你是弟弟，所以你就应该没有这个责任吗？凭什么呀？你就不是儿子了吗？你就不是儿媳妇了吗？不要把所有的苦都放在自己身上扛，更不要把自己所有的苦交给自己老婆去扛，这对他来说是个太大的折磨了。我觉得你让他吃了那么多年苦，抽1、2年的时间来好好疼爱一下老婆，这是你对他应尽的责任，好吧？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严老师，两个人都是很善良，
很重情义的人，这个不用赘述，我们都能看到2个好人。但是为什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的不顺心，这么拧巴？为什么2个善良的人愿意共同支撑这个家庭，甚至大家庭的一对夫妻，来这儿满脸愁容？因为你们各自的行为都有问题。我先说说女士，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你身上传统的中国妇女的美德，但是还是要说，纵观你10几年的婚姻经历，你是个非常能干的媳妇儿，非常能干的儿媳妇儿，对吗？你可以独揽家庭所有的对内的责任，照顾公公，不遗余力，抚养孩子，全部一起承担。但是这样的行为就一定是对的吗？不尽然。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责任，包括我们身边近亲的责任，是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界限的。这个清晰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做到线上的时候，才是家庭和睦。如果你一人独揽了所有的责任，你迟早累垮，迟早抱怨，而别人还不自知。你是一个非左即右的人，不是说现在我累了，我就不管我婆婆了。明知我婆婆一个人需要照料，明知我那个弟弟可能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母亲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意愿，就这么要走啊？那留下烂摊子怎么收拾啊？我们生活真的不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真的是要把每个人的责任捋清楚，每个人应该负的责任交到每个人头上。所以我给女士的建议是，既然这么多年我们都承担了如此重要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时候想要改变一下生活的轨迹，需要时间，需要沟通。先生，我想说的是，你也是个好人啊，但是我们家庭当中真的只是我赚了钱给你们生活就可以过得一团和气吗？真的是我承担了我认为男人应该承担的养家糊口的责任就风平浪静了吗？显然不是啊。我们再不善于言谈，也得去传达情感啊。你刚才担忧让我特别的震惊，说我怕他带着孩子走了，将来孩子不认我。可见你这10几年当中，你除了给钱，你有给过孩子情吗？我倒觉得你是有亏欠的。是，你需要养家，是生活不易，但不易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情感的输出和输入啊。这就是你做的不妥当的地方。你把家庭的责任都压给了这个女人，你把自己当老大的那份所谓我就应该扛起全家，你扛得了吗？所以我希望先生你也能够转变思想，我们该承担的责任去承担，该共同努力的去找你的弟弟商量。祝福你们。好，谢谢杨老师。来，曲总，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哈。哎，你做什么工作的？建筑。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7、8千块钱吧。那你一年算下来大概能挣多少钱？6、7万块钱吧。那怎么寄回家才1、2万呢？我剩下钱都还那个欠的钱嘛。你是把钱寄回，还了钱之后还剩1、2万给家里是吧？啊，对。那你每年要还多少钱？4万左右块钱。那你过着的日子挺苦的。对。你没有端正自己的角色，你知道吗？别人总得。
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媳妇儿，谢谢你这些年一直照顾咱家，我以后挣很多钱给你。我需要的不是钱，是需要你的关心，是需要你的爱护。你给我了吗？这些年，我只是一个人在家哄着孩子，照顾老人。你什么时候回我家说，哎呀，媳妇儿啊，我爱你？你说过了吗？我没听到过吧？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并不是说我是委屈的，照顾老人谁都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说过关心过我的话，你从来没有这些年。通过这件事以后，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好好的爱你。老婆，我爱你。来，我们看看在他们爱的记忆箱当中珍藏了怎样的记忆。来，请开始。来，请关门。请开门。同意了啊！哎，这就对了。来，站中间。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对他付出了100%的真心，但是我觉得他体会不到我的用心，甚至对我还有所保留。我觉得我做的足够了，他比我条件差，我还能选择接受，
可他却不知足，竟然还总挑我身上的毛病。我是奔着跟他结婚去的，可是他有各种借口跟我吵架，不跟我结婚。现在我特别烦。我和他有着太多的问题还没有沟通好，他就是只顾自己，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我怎么和他结婚？这个婚到底要不要结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杨先生30岁，来自河北个体；女嘉宾郝女士36岁，来自河北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相亲认识的是吧？是啊，从认识到现在多久了？我俩认识快1年了，着急要结婚，是？你觉得有问题是吧？对。行吧，那咱们说有些什么问题好不好？那个原来我有一段婚姻，就是我有一个孩子嘛。男孩女孩？女孩。多大呀？今年7岁。姑娘都7岁了啊！对，我想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嘛，所以说我想更早的就是结婚。主持人是这样，就是之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离过婚，有个孩子，这个说了，但是他没说清生活里这个孩子是由他来带的。等结婚以后，我还是跟他一块儿带，我觉得我不太接受。那这个孩子你是怎么打算的？如果你们结婚的话？我是建议给他前妻带。是这样，是不是？我俩因为这孩子的事儿，就是经常吵啊。首先，他跟我强调他没结过婚，他不会带孩子，他不会哄孩子。我想我俩已经处了1年了，是吧？有一定的感情这个在里面。说你既然爱我的话，是吧？你就应该包容一下我的孩子，是吧？而他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孩子，我俩就因为这个就是经常吵架嘛。我问一句啊，你打算结婚是吧？对。那你们俩还要孩子吗？我不打算再要孩子了。这个也是我对他有意见的一个点啊。你说我单身，我没孩子，我觉得我跟他啥也不图。虽然说年龄大点儿，但是我觉得有点委屈。我再跟他没个孩子，那你说我是不是有？就反正两个人的想法我们都能理解。作为一个单身父亲，带着自己的闺女儿，当然希望自己有幸福的那一刻。对方也能容纳和接受自己的女儿，是吧？啊，是这样理解啊，是这样。主持人，他总跟我讲，就是他跟孩子相处得不来，他想叫我把孩子还给我的前妻，这是一个就是不可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的前妻就是说，她已经再婚了，还有这个当时我就是为了争取这孩子的抚养权，我就费了很大的周折。孩子2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生活，没错，这个我说我们理解嘛，理解您这个不容易嘛，但是这个他得理解呀。但是我总跟他说，我说小孩子嘛是吧，有很大的这个可塑性，你多陪陪他，多哄哄他是吧，多带他玩，谁对他好，他就会对谁好是吧？我给他创造机会，我说你带孩子去游乐场玩玩吧。然后他带孩子去游乐场，他给孩子一个人扔在游乐场，他在游乐场外面去打手机，就是这样和孩子相处。我是觉得您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这件事儿，他愿意这是最好，是您的福气，因为他跟那个孩子没有血缘关系，这里面你没法揪人家的这个对错。咱往下说，等于在孩子是一个你们俩之间很难跨越的一个鸿沟，对吧？对。而且除了这个孩子之外，即使结了婚之后。还有问题，您是不想再要孩子了，对吧？对。人家还打算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还想有一个做母亲的这么一个权利呢，对吧？那这事儿你们俩就别还纠葛个啥呀？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就只能分开了呀。因为什么呢？我有过一段婚姻，我就是更加珍惜我俩之间的这段感情，就是说想努力嘛，争取在一起。但是你现实问题都解决不了啊。你是想让他让步，还是你让步啊？我觉得都挺残忍的。所以说这事儿我俩弄不了，就是那啥。行，这叫问题1，对吧？你们俩的情感好吗？沟通的？我俩的情感，我觉得我对他是100%的付出。他原来在中介上班，他晚上需要陪客户看房子嘛，然后他下班很晚，我就开车去接他，然后早起我就做早饭。他生病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就及时赶到他的身边。我觉得我对他就是毫无保留，100%的付出。我觉得他对我是有所保留的。比如那个有一次我带他就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10点多，他的手机响了，微信。当时我这一看是一个男的，然后他瞬间就挂了，不一会儿又打过来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没给我解释清楚。
晚上10点多私人空间，一个男士给打过来，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那只是我的一个网友，就是在他认识之前我们就认识了，这2年一直跟他就是网友加朋友关系，根本没有说像他想的那样。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你能接受得了吗？晚上10点多，一个女孩子夸给我搂个微信，要跟我视频，你能接受了？你还不吵架跟我吵翻天？别着急，来问问女生的感受。你对这个男人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呀？他就是在生活上比较照顾我，生活上会照顾你，对，人品还比较可靠。啊，不好呢？不好就是太自私了。自私啊？对，这个怎么理解？我就是追求啥生活啊？就是2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幸福在一块儿。这有自己的空间，幸福的在一块儿，这空间您指的是什么呀？就是不跟他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然后我的个人生活你不能管得那么约束，不能约束我的交友，是这意思？对，他都影响我这个正常的异性朋友的接触。真的，主持人他真的说的，结婚以后我俩要单独出去住，要把孩子推给奶奶来带。他奶奶一个老人，年龄已经不小了，再给他弄一个孩子，是吧？他怎么能方便？不是您说的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啊，但是我孩子还从小，那您就跟他分开，找一个能够接受您这些条件的女士，不就挺好的吗？我就是比较看重我俩之间这份感情吧，就是为这感情就做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那啥努力，是这意思吗？对，努力啊。这结婚还有其他的条件吗？你都谈了吗？经济上没啥条件，结婚以后住我那边也行。您还单独有房子？对。然后呢？别的呢？别的。没啥要求，他有要求吗？他对我要求挺多的。你要求是什么呀？除了跟孩子在一起，还有什么呀？这老人就是这一块，我们要就是说，你有没有提过要跟他婚前财产公证啊？婚前这个财产公证，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公认的，就是大家伙都能接受的一个现实吧，我觉得。我觉得他这种做法是让我接受不了。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啊？就是交往时间这么长了，也不想说因为这些事儿说分就分了。年龄毕竟也是比较大了嘛。是觉得我又谈了1年，年龄又大了，怕嫁不出去吗？没有。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对他还有一些感情吧。在这段关系当中，我没看到你们俩怎么相爱啊？相爱，我俩也有这是比较相爱的。不是你们相爱啥呀？任何都你看啊，也有这个相爱的。钱让你不放心，对吧？所以要婚前财产公证。我不是说不放心，就是说现在这个婚前财产公证，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那咱们说的是关键的事儿啊。从你内心里放心把钱给他管吗？不是不放心给他，别绕。不是主持人，不是我不放心把钱给他管。如果这个钱在我的手里，我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带来更大的效益，我可能进行一些投资。他只能就是理财呀，或简单的存起来。你放心把闺女给这么一个女人管吗？一个不喜欢孩子的女人管，这个放心，还行，做人的基本这个那啥。你不是说了吗？带去游乐场他自己都不看吗？孩子自己玩吗？你说了吧？所以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呢？你为什么要盯着他结婚，而且来这个地方要跟他谈这些呢？毕竟自己有过一段这个不幸的这个婚姻，就是我就是更加看重这些，我想不是我跟你说，他逻辑顺利的是什么？是这个女人不在意，这个女人就要跟你的女儿生活在一起，愿意接受你这一切。可能在情感上我们有些过不去的，这叫顺理成章啊。您这个我觉得我是没弄懂，得嘞，交给你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又得对我女儿视如己出，而且我经济上还防着你，是吧？然后我们俩还得是一个幸福美满家庭，这幸福美满在哪儿啊？你是7岁的女儿，对吧？对。我们以一个7岁的女儿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一个7岁的小女孩现在遇到了一个阿姨要进家里来，要嫁给你，这件事情她本来心里面已经很不舒服，很不愿意了。在这个时候，他又发现这位阿姨其实对他态度是生硬的，就是一个7岁的女儿，本身已经遭遇了父母的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对他来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害。这个时候来的一个后妈或者说是父亲再婚的妻子，
要接受本身就很难，再加上这个人对他又是一种抗拒的，甚至于要把他送回他妈那边去的，甚至要让他在奶奶那边要跟他隔离开的一个人，你觉得他会不会受到更大的创伤？是。这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可逆的，你要让他改变自己的态度，他说不定被你说服了，可以和你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但这2个人之间互相造成的伤害，不是你能够抹平的。你站在一个7岁女孩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你现在不是在苛求某一个人，你苛求的是你的女儿。你以为我在爱我的女儿，所以我要为你找一个妈。合适的人才是合适的爱，我要考虑不合适的人，这个是要思考一下。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位在今天能够做一个决断，因为真的你们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是拧巴的，仔细的想一想，不要去将就。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严老师。我们的节目叫《爱情保卫战》，我们保卫的是爱，是情感，但我丝毫没有觉得你们之间有什么爱和情。我认为你们2个人都只是在计算得失。可能是我太着急了，想尽早的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你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是需要一个爱你的人和你一起去爱你的孩子。你找一个你也不爱他，他也不爱你，只在算计我们俩在一起能不能让我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吗？你如果找了一个你不爱他也不爱你的人，组合在一起，对孩子的伤害远比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更大。所有的爱情和婚姻，核心基础是相爱，没有爱做支撑，只是说我们彼此在某些条件上合适，撑不了太久。女士，你看着很年轻，比他年轻多了，虽然他比你小6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36岁都没有找到一个相爱的人结婚啊？你至少今天你站在这里，我认为你依然找不到答案，因为你不愿意为了爱多付出一丁点儿，多承受一丁点儿自己的委屈。我接受你说我不愿意当后妈，好，我们既然有这个要求，那你遇到这样一个有孩子的男人，你敬而远之，咱不开始感情，这是我的底线。可是你走进了他的生活啊，然后你又冷漠无情地说我不爱孩子，我不能照顾他，这是你爱他的表现吗？我没有觉得你爱他，你只在计算自己的得失。你可以选择我不去找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没人说你对错，但你不能和这个男人在一起1年了，特别决断地说我不能接受你的孩子，这当中一点爱的成分都没有，只有自己爱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当他孩子的妈妈，但是你不能如此不带感情的去和一个人相处。我可以为了他接受这个孩子，但是说生活上不要跟我们生活到一起就可以了。对啊，你在自己固守的你认为的这样的方式中去推进爱情，怎么能推得动呢？当然我的建议也是你们分开，因为核心的条件都谈不拢。但即便你们分开了，你总是要嫁人的，对吗？你要学会去爱一个人，是你真心的付出去爱，而不是去计算我究竟和这个人在一起能得到什么，你才真的能嫁出去自己。否则你36岁嫁不出去，你40岁也未见得嫁出去。学会用心去爱，就会收获一段爱情，就有可能进入一段婚姻。好，谢谢严老师。来，曲总。我觉得还是主要来自于爱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这爱可能是需要画一个引号的。你看你找的这个标准，你自己有一个底线的，对我孩子好，今后一起生活。所以呢，你瞄的标准都是你自己是不满意的，或者说你不满足的，因为你觉得那一部分的不满意是换来对孩子的好。比如说你找比自己大6岁的，潜言之是什么呀？可能不会再面临再要一个孩子的问题了，对吗？你找一个没有工作待业的，就因为说我有生意，所以说在经济上你要依靠我的，以此来换来什么呢？你的那点小诉求，对孩子好。你可能目标做一个好父亲，但是当你按照这个条件去所得所谓的爱情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好父亲了。你们相处1年了，你居然没有明确的去和这个女士说，我需要今后我们一定要带这个孩子在一起，
我们要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你没有说，你隐瞒了。孩子7岁也很懂事儿啊，你在隐瞒的那一刻，你心里是觉得孩子你是爱他呢，还是嫌弃他，觉得他是一个负担呢？如果说你坦坦荡荡跟所有可能会有恋情的女士说，我有一个孩子，并且我自己带了他5年，他现在很好，今后也要跟我们一起生活，一直会一起生活的，可能会有人会爱上你，你想用更多的条件来换得这一份条件吗？我想用真心去换得吗？你不是真心，你是有目的的，所以说你就会用各种条件去强迫他接受，这就是问题出来了。回到刚才我说的原点，你如果想当一个好父亲，同时要想当一个好爱人的话，是有难度的，对吗？我建议你先做好一个好父亲的角色。至于说好爱人、好丈夫呢，你就需要找到对的人，那是坦坦荡荡的爱情，不要勉强。同时，女生呢，选择他，其实你也是带着条件的嘛，对不对？其实你心里也有一点不自信。其实真正你的理想也不是这样状态的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爱支撑的话，后面的全都是条件。放弃吧，生活中就可以放弃了，不需要到这里来。到这里来，顶多是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明确，真正如果出发点不好的爱情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不要在这个爱情方面去伤害到更多的无辜的人，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如果你爱他，你为什么要提出我们俩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跟经济条件无关啊，因为如果你只要爱，你只要努力养2个孩子，虽然经济上会拮据一些，只要共同努力是不成问题。我不是说不和他再要一个孩子，你自己明确说出来的。我说的是我把
你们自己做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是都没画吗？就是老师点评了以后，我觉得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也许我今天面前的这个人也不一定是我选的对的人。啊，我可以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放低我那一些标准，什么财产公正啊，什么啥的，我都可以那个就是放弃。就是我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他能对我女儿好，就是说还是那啥吧。请亮灯啊！别将就啊，都别将就，好不好？来。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关门吧。面子是情绪蒙蔽自我的罪魁祸首。你会发现很多关起门来可以解决的问题，一旦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使得彼此毫无退路。所以，情侣之间一定要懂得，在公众场合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冷静和闭嘴。一味的逞强，虽然会赢得场面上的胜利，但也一定会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请开门。来。想说什么吗？我本以为这次来这儿，我可能会把我俩的问题谈妥，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我真的，他挺伤我心的。其实，如果你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挺好办的。学着去爱一个人，像老师说的，清清楚楚的把自己的需求告诉给对方。好吗？好好带娃，好好工作。好，当你真的碰到你爱和爱你那个女人的时候，你现在的需求都不叫需求。谢谢你，前辈。生活里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谈一场恋爱是爱上了恋爱的感觉，有的时候是爱上了恋爱当中的自己，有的时候是被自己感动。为什么到最后他会很心痛呢？其实他是被自己这段恋爱感动了。他是说，我是一个好爹，我带着孩子，你爱我，你爱我的孩子，难道我错了吗？我也为你付出了。可是他恰恰忽视的就是他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条件。如果我们把它和归纳总结起来，在外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场生意，也许在他的内心不是在做生意，只是他对爱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金人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金人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爱情保鲜机。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好几年了，马上要结婚。那我家里人说想让对方买房子，可以先付首付，以后一起还。毕竟呢，婚姻以后不能总是租房子。但是他竟然说我爸妈太物质了，还说如果一定要现在买房的话，就分手吧。我想知道，这样的男朋友还能在一起吗？其实呢，不同家庭父母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们2个人的价值观是否一致。如果价值观完全是背道而驰，这样的婚姻走在一起也会非常辛苦。谢谢以上机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